嘘。你是谁？公家没有你这样无功的女人。怎么办？一直等吗？云纹山已经不见了。等不及了，方小贱，通知绝公子，新娘疑似逃脱，询问是否下令派侍卫进行全城搜捕。哦，出事了，快去找知人。哎，再见啊，以后再聊啊。干什么？属下以为云为山姑娘逃走了。逃走？不是走丢了。你们两个去那边查。是。所有人给我搜仔细了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奉花长老指令前来搜查。执任去长老院了，大小姐去医馆看乌姬夫人了。我们要搜查的是各宫女眷，看有没有伤者。为何要找受伤的女眷？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，其中缘由，烦请询问皇长老。上官请姑娘。上官请姑娘。徐公子，怎么了？奉花长老之命，在各宫搜查是否有受伤女眷，还请劳烦让上官请姑娘开门。上官请姑娘。上官请姑娘。我们薛公子，薛公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何这时没有开门？感觉身体有些发热，怕是惹了风寒，所以喝了安神汤药，草草睡下了。梦中听到有敲门声，这才起来。得罪了。
没睡觉，点这么重的熏香啊？近日有些失眠，所以香料可能放多了点。你很聪明，知道我对血腥味敏感，所以故意点这么浓的熏香。只可惜百密一疏。公子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告诉我，这是谁的血？你告诉我，这是谁的血？九公子，这是搜出来的东西，血底有血，还有一些瓷器碎片。上官浅就是无名，他为何要对乌鸡夫人下手？他要下手的目标，不是姨娘，而是我。只是晚上，雨公子刚好溜出了宫门，而雾姬夫人又恰好来找雨公子，这才连累了雾姬夫人。姨娘待我如亲，遭此血光之灾，我比任何人都难受。上官浅是你绝宫女眷，你难辞其咎。我管理疏忽，让恶人趁机行凶，我自要领罚。但你公子羽无视宫门规定，擅自带云为山离开宫门，又该当何罪？我是无心疏忽，你是明知故犯。你明知一旦成为执刃，就不可以离开宫门，是不可以离开旧城山谷。你不要偷换概念。而且我作为执刃，我想我有权带我的妻子出去。我爹曾经作为执刃，也带我娘出去看过花灯。你爹是执刃，自然有权利带妻子同行出游。但你连散御试炼都没过，竟然敢大言不惭地自称为执刃，而且云微山你也没有正式迎娶，怎么能算是你的妻子？我成为执刃是早晚的事。好了，你现在坐在执刃的位置上，就应该明白执刃应守的规矩。为请示长老院，就擅自带云龙山出宫门，还诸多狡辩，实在令人失望。坏了规矩，就要领罚，哪怕是执刃。待会儿就请执刃到长老院禁闭室，面壁思过。现在还不是追究执刃对错的时候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确定上官浅真是无名，确有嫌疑，还需好好审问才能确定。岳长老遇害，绝宫承诺要找出无名，在此期间，一直怀疑雨宫内部藏有凶手。可如今，这疑犯却出现在绝宫，而且还是宫二先生亲自挑选的未来妻子。宫上爵，你没什么话要说吗？上官浅已经被押入地牢，我自然会好好审问。那你当初怀疑姨娘，现在她命悬一线，你不应该为此道歉吗？现在道歉还为时尚早。上官浅未必就是无名，人证物证样样确凿，你还想包庇他？上爵，你是不是
发现了别的问题？有2点让我疑惑。第一，这次无名在公子羽房间的画屏上留下的写字，显然是匆匆留下的，最后一笔还没有写完就已经离开了。而从我进羽宫到走进公子羽的房间，全程没有一个可疑的身影，也没有任何异常的声响。能够在我面前悄无声息、全身而退，有这样轻功的人，放眼天下没几个。上官戬没有这样了得的轻功，所以他不是写下写字之人。那难道这行凶之人还可以凭空消失不成？留下写字的人，要么有绝顶轻功，要么根本没离开房间。荒唐透顶！是你自己说，我的房间里只有姨娘和你2个人，你难道是在指认你自己才是无名吗？酒碗都还是满的，看来还没进行到这一步。你熬过了鞭刑和夹棍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我手中这把剃刀，刀片刃而锋利，是宫门锻造暗器的工艺锻造而出。此刀名为铲剃，能将每一块肉都剃得薄如蝉翼。光是一条腿，就能剃足1天1夜，令人生不如死。还有这个面具，这么漂亮的脸，可惜了。还有这一碗碗酒，刚才的剃刀和面具，在原址弟弟的毒酒面前，倒不值一提。所以，你打算招认吗？相信我，你扛不住的。只要你肯说实话，我保你不受苦。你能不能保我不死？我保你不受苦。我若说了，公子会信吗？你说你的，我自会判断。我不是无方刺客，更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无名，但我确实不是上官家女儿。那你是谁？过山派一过，我进入宫门，只为自保。顾
孤山派。是。当年清风派的卓梅跟我小叔叔相爱，遭到清风派的首领提案出了强烈反对。为了逼孤山派教书教书，当时已经投靠吴峰的店主，带着吴峰的刺客，将孤山派一举灭门。孤山派满门尽灭，未曾听说留有后人。我爹把我藏在密道里，我才侥幸活了下来。后来我四处流浪，无家可归，幸得被上官家所救，将我抚养成人。上官家不愿让女儿嫁入宫门，为了报答他们的抚养之恩，也为了我自己，所以我才冒充上官倩替他出嫁。我立下誓言，我一定要为我父亲。那年上元节，我遇到了歹徒，是你救了我，所以我才萌生了进入宫门寻找依靠的计划。只有借助宫门的力量，我才有可能报仇雪恨。那这和你去刺杀公子羽有何关系？公子羽，我的目标是武器。为何？因为那日听到你说怀疑我既是无名，而每一个无锋的人都是我的仇人。我去雨宫，看见武姬在公子羽的房间，我便在窗后偷偷观察，结果却看到武姬手里拿了把软剑，那剑薄而刃，与封官场使用的剑无异，所以我确认武姬就是无名。但我被武姬发现了，他武功在我之上。既然他武功在你之上，那为何他还是被你刺伤？武姬自己撞上来的，他故意让剑脱手，被我抢到，然后朝我剑撞了上来。你是说，他是故意被刺伤？嗯。你说的可都是实话？你就这么想？我对你用心了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不怕公子用心。我有证据证明我是孤山派的人，给我解开，我生命给你看。我已身受重伤，
薛公子如果连这样的我都怕，那你不配江湖上的威名。证明